今天我又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？我必须说，今天这个主题其实很久没有拍了哈。我之前好像也有在讲，就是老宅。没错，台湾的老宅何其多，当然有一些有故事，有一些没有。那有故事的更少了。好，我好不容易花了一段时间找到了今天这个老宅。那这个老宅它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其实，我必须说，它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传闻也蛮恐怖的。当地传闻。好，那它怎么废弃的呢？其实它单纯只是人去楼空。那人去楼空什么意思呢？当然人不在了嘛，那这块土地当然就被征收了嘛，所以它自然而然就废弃了。可是呢，它废弃了之后，却还流传着一些故事哦。至于是什么样的传闻跟故事呢？我们就一边走，然后我再一边告诉大家吧。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一个地方哈。那这个地方其实你看到外面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，荒郊野岭。但是你看看正前方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没错，一个老宅。那这个也就是我今天要带你们来的一个地方。哇，连路灯都停了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踩这个还好是穿雨鞋，就是声音就觉得好恶心啊。就是你看，它还蛮大的，但是呢，我今天的目标是这一间。为什么我说是这一间呢？因为这一间它有着我刚刚说的一些有趣的状况哈。我真的好久没有跑老宅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。另外那一些地方有没有故事呢？还在问，但最主要是这一间。哇，老宅的味道，久没有跑老宅会怀念呢。保持的都很完整。我必须说哈，跑了很多老宅，状况有一些都还蛮糟糕的，但我必须说这一间老宅状况其实还不错耶。对，它状况真的还不错啊！这上面，对啊，为什么啊？这上面应该是有东西掉下来了，木屑之类的。对啊，为什么说啊不错？因为你看它的那个天花板都很高哎。然后这里就是它的主堂，还有电动门。这里其实东西有耶，不是，我以为都是空荡荡的。这上面都什么东西啊？布，哇哦 ，Suzuki， 这一台该不会就是故事当中的那一台吧？什么样的传闻呢？等一下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就会知道了。
びっくりした。什么鬼？人形目前没有反应，红外线热显像仪也没有反应。刚刚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呢？有那么一点点的吓一跳。我本来想说，今天大概又是可以很轻松的拍完这个地方，但看样子没有。看样子今天一点都不轻松。然后这里是我摆东西的地方，这个应该就是以前的灶咖吧。哇塞，这是什么？我必须说哈，这一家以前家里环境应该还不错吧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你看它这马桶其实用的还蛮高档的，而且还把老宅的门改得像合适这个样子，其实还蛮有意思的。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跟传说，为什么会说它有趣呢？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，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为什么一开始会说它蛮有趣的？因为它其实还蛮诡异的哈。什么样的诡异法呢？其实我相信你们看到这样的老宅，当然都很清楚说，其实这个地方的家境以前应该还算不错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其实老宅何其多，但是有故事的很少。那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其实家里环境比较好嘛。那家里环境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，就比较容易生出来一些比较败家的一些小朋友嘛。没错，据说这个老宅的夫妇爷爷奶奶住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他们终于怀下了一个男丁，哇，全家高兴的跟什么样？早期又比较重男轻女嘛，然后他又是这个家的长孙，所以又是第一个男的，备受疼爱，不管是从爷爷奶奶还是父母亲。哇，宠的跟什么样？然后呢，当他开始慢慢长大了之后，这些宠的一些状况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反噬。什么样的反噬呢？就是这小孩子不学好啊，常常会乱搞啊，甚至打架啊等等之类的。反正发生了很多事情。那最后，当他18岁了之后，父母亲也是很溺爱他，说：“好了，要不然我买台摩托车给你骑，你就好好的怎样怎样怎样。”但这些溺爱全部都是多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小孩子他长大了，摩托车骑着就到处跑，然后跟朋友到处兜风，结交了一些坏朋友之后，染上了一些恶习。那很庆幸的，他没有学会吸毒，但很不幸的，他学会了赌博。那他赌博了之后，跟朋友出去，当然有些人设老千局给他嘛，然后他当然也是被输了很多钱。那输了很多钱之后没有钱了怎么办？他没有想要工作去拿哦，他就先想说，要不然就跟爷爷奶奶借一点。然后呢，当下他会讲很多理由说，他想要怎样怎样怎样。可是问题是他这些朋友就是设老千局嘛，让他一直赔，然后当然玩彩券也没有中奖。然后呢，到最后就这样子，钱慢慢都不见了之后，当下他又听到说，要不然你去求个什么东西啊，或者是去求个阴庙啊，求个名牌啊。然后最后他有个朋友就说，要不然你要不要把这个带回去，然后养个小鬼，然后请个小鬼帮你，看看能不能让你运气变好一点。然后呢，他又花了钱把那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带回来家里。然后自从那个东西带回来家里之后呢，这个家出了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爷爷奶奶相继的过世了。那当然有人说他有可能年事已高，加上身体生病，所以就这样往生了。但有人说不对啊，他爷爷奶奶身体都很好啊，也没有听到什么大病，就这样突然走了，而且是前后这样走。那当下当地人就当然有些不舍，可是也不会说些什么，就会觉得是个意外。之后过了几个月之后，父亲也莫名其妙生病了，然后呢换母亲照顾父亲，结果母亲照顾父亲没多久之后，父亲也
不幸的离去了。最后剩下母亲心力交瘁，对这个儿子他也没有办法。这个家族等于说只剩下他跟他儿子，然后他也希望他儿子学好，怎么样，甚至说你把这个东西丢掉，但他儿子不听。最后母亲听说隔几个月也走了。那这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走之前，他们身体都很健康，健康检查也没出什么问题，就这样突然的一个莫名的病就把他们全家给带走，只剩下这个儿子。那这个儿子一个家这么大，他就觉得好像也很浪费，然后他也没有想太多，也没想到会不会是自己带东西回来。然后最后呢，他就把，因为他们家还有一个后厢房，那后厢房就是现在因为他爷爷奶奶住，他现在也空了，然后他们租给人家。就租给人家之后，那个人一直跟他讲，你们家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晚上会听到很多人在那边嘻嘻哈哈，甚至哭闹的声音？然后他就问这个房东，就他的儿子，他说我们家就只有我跟你而已啊，我们家没有其他人，更不要说小朋友。他说不行，这样我真的受不了，然后被吵到就是晚上也睡不着，精神越来越衰弱这个样，然后最后身体也变得不好。他们就说他不要违约金，他就直接他押金也不要，他就直接退掉。然后呢，这个就开始觉得奇怪，然后就找个老师来，老师跟他讲，你带了什么东西回家？你这样运气有变比较好吗？但问了之后，我也没有比较好，我也没有赢那么多钱，然后我家人还不信这样走。然后那个老师问他说，你是带这个东西回来之后，你家变这样？他说对。他说你这个东西缠上你最好是赶快把它处理掉。然后老师就说好，不然我帮你处理。就老师处理掉了，可是家里的状况还是依旧存在。那刚好这块土地也要准备征收了，所以呢，他就想说搬离开这里，但留下这个房子之后，这周边的人就会说，他们其实还会有听到小朋友嘻嘻哈哈的声音。那会不会是养小鬼呢？不知道。但接下来我们把剩下景看完，顺便再用器材问问看那个小鬼还在不在这个地方吧。好，介绍完这里的传说，我在想，刚才的摩托车会不会就是那个老父亲要买给这个小孩子的呢？败家子，这应该以前是养那种鸡啊、猪啊等等的。OK， 然后呢，刚刚在故事当中其实有说到，后面因为这个房子其实空，应该说蛮大的，然后呢，最后又只剩下他儿子一个人，是说后面又租人，对不对？后面的就是这一间哈，对啊，这是有养殖的耶，然后这里还有个马桶，户外的，真的是够旧了，哈。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最后一间嘛，就是会员才看得到的部分哦，所以呢，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拜拜。是。